嗨，大家好，我是Leo。今天这个影片呢，我们来聊一下鞋带的绑法。那早期呢，在我的频道上面有一支影片是在讲说 New Balance 的鞋子最后面的这两孔是要怎么穿的。因为那时候就是我的影片比较没有办法进行后置的关系，所以很多网友有留言说听不到声音啊，声音听不清楚之类的。所以我想说就借着今天这个机会，然后来做一下更新。那因为是2022年重新拍的版本，所以就要再加一些新的内容进来。今天的影片呢，会顺便告诉大家说鞋带要怎么绑才会让鞋舌不会歪掉的方法。今天的内容呢，有部分是参考 New Balance 完全 book。那如果说你看完今天的影片，觉得我的分享还不错的话，也请记得帮我按赞订阅。那首先我们来讲第一个绑鞋带重点呢，就是每次穿鞋子的时候都一定要把鞋带重绑一次。这一点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我相信很多人一定是跟我一样，就是每次出门的时候就随便把鞋子套上了就出去了，因为就抢一个快速跟方便。但是这实际上会让整个鞋子越穿越松，然后鞋带可能会长时间之后就会松脱，然后鞋舌也会歪掉。绑鞋带的第一个重点就是每次穿鞋子的时候一定要重新把蝴蝶结再绑一次。第二点的部分呢，我们来讲一下，就是鞋带它其实有两种穿法，一个是叫做 underlap， 一个叫做 overlap。现在画面上面这边呢，就是左右两脚的鞋带呢分别穿上不同颜色的这个鞋带，像左边这双是比较偏白色的部分，那右边这边就是比较偏向奶油黄的这种颜色。那其实这上面呢，我们可以看到说我绑了两种不同的绑法。像在左边这边呢，这个绑法呢就叫做 overlap， 它其实是从上面穿进去，穿到下面再拉过来，就是让鞋带去压着你这个鞋身的地方，从上面穿进去，然后从下面这边穿出来。这个方法呢是一般会推荐给大家的绑法。这个绑法的好处呢，就是会让你整个鞋带拉紧的时候，会让这个鞋舌比较贴近于你的脚背，也就比较不容易说会造成穿之后就会松脱啊，或是说变松的那种感觉，会比较密合一点点。那另外一个方法就是叫做 underlap， 可以看到说我是从下面这边往上穿出这个鞋带的孔，每个地方都是由下面这边然后往上穿出这个鞋带的孔。这个方法叫做 underlap， 那它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说你觉得你这一次买的鞋子比较紧一点点的话，借由这个穿法可以让它整个拉紧的时候，会把鞋身比较往上面再拉一点点，所以会让整个内部的空间会再大一点点。那这个方法呢，比较常见的地方是在一个运动鞋的绑法上面，大致上就是有这两种方法，那可以依据自己的需求来做穿鞋带的方式。那关于 New Balance 这个鞋带最后一孔的这个穿法呢，这边再来跟大家做一次很简短的说明。这个方法呢，其实就是叫做 heel lock 的方法。那不管是你是怎么用哪一种穿法的话，就最后一定要把这个鞋带孔，就是由倒数第二个孔这边穿到最后一个孔这边，然后留一个小圈圈出来，像这样就是留一个小圈圈出来。那另外这边也是，就是由倒数第二孔这边穿到最后的这个孔，然后留一个小圈圈，这样就是说这两边都有一个小圈圈之后，然后再分别穿到对向的这个小圈圈进来。那另外这边也是，就是穿到这个小圈圈进来。那这样一拉紧之后，整个鞋子就会非常密合在你的脚踝上面。那绑紧之后就会比较不容易造成脱落。像有时候我们在运动或者说爬山的时候，可能你一个不小心就是鞋子就可能会松脱，就是可能就会掉下去这样子。那这个方法你照这样绑之后呢，它就是会整个把脚踝这个地方拉紧，它就不容易会造成脱落的这种状况产生。那这个方法叫做 heel lock 法。那我想说，我们再用另外一只脚再来示范一次。不管你是怎样的穿法，就是最后面一定是从
倒数第2个孔这边穿出来，然后穿到最后一个孔这边，然后留一个小圈圈。那另外这边也是，就是穿到最后一个孔这边，然后留一个小圈圈。之后呢，再穿到对象的这小圈圈里面，然后这边也是穿进来，然后把它拉紧。拉紧之后呢，就是你就会把这整个鞋子固定在脚踝这边，然后就不容易造成松脱的状况产生。然后再把这个蝴蝶结绑好。这个 heel lock 方法就是会让这个地方绑得很紧，就等于说把整个鞋子就套在你的脚踝上面，就不会松脱，然后造成鞋子滑掉什么之类的状况。那这是鞋带最后一孔的方法，然后这边提供给大家做参考。那关于怎么样让鞋舌不会歪掉的鞋带绑法呢，我想就在这边做一下简单的说明。其实网络上面呢有一部影片是在教导说怎么样让 V3 的鞋舌不会歪掉的方法，它就是把这个鞋带穿到这里面这边来。那我在这边呢，我想要讲的是更治本的一个方法。为什么 V3 的鞋舌会特别容易歪呢？除了说它比较厚之外，我今天这个是 Teddy 的版本，其实它原本附的这个鞋带是比较细的鞋带，所以说它在这个固定最后面这边的时候，它的固定的能力没有那么强。那在 Teddy 的这版本呢，它其实有把这个鞋带变成粗一点点的鞋带。原本这个鞋带是只有6 mm 左右。那在这次 Teddy 的，像我手上拿的这个 AD3 的这2款，它其实一个是7 mm， 一个是接近8 mm。所以说它都是有比较变厚的这个状况。那另外就是因为 V3 鞋舌比较厚的关系，所以说它相对是比较难固定。其实它在 New Balance 鞋款上面，譬如像说990 V1 啊、574啊，我想大家应该都很容易会遇到就是鞋舌歪掉的状况。那这状况呢，怎么样让它绑好，然后不会歪斜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你可以观察一下，一定是你最后面这边的绑法是松的。它是没有把这个鞋舌好好的压在你的脚背上面。其实又回到刚我们一开始影片讲的第一个重点，每次穿鞋子的时候一定要把鞋带重新绑一次。另外一个重点就是你前面这边一定是松松的，没有把每个地方都拉紧。那我会建议说，如果你要把这个 V3 的鞋舌固定的话，前面这边一定是每个地方都要整理好，都要把它拉紧。拉紧之后，另外就是在这个固定鞋带的这个地方，我会建议说穿2个进来这个固定的地方里面，就是有这里面会打2个交叉的地方。最后面呢，就是在你绑这个蝴蝶结的时候，一定要把这整个都拉紧，拉紧，拉紧，最后再把它好好的系上来。那就是说你是呈现一个很完全绑紧的状态的话，这个鞋舌呢就会固定，好好的贴在你的脚背上面，然后就不会歪斜了。那我自己试过这个方法呢，就是说在好好的绑好之后，然后去外面走超过1万步，这整个鞋舌是都没有歪掉的状况。我会建议大家可以试试看这个方法是不是真的对你来讲是有用的。那就是其实就是很简单，就是把前面这个地方一定都是要每个地方都要拉紧。那拉紧之后，最后面绑蝴蝶结的这个地方也是要把它绑紧，就会让 V3 的鞋舌比较不会那么容易的歪掉。其实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方法，请大家就是可以试试看。接着呢，我要来讲一个，就是绑蝴蝶结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会多转一圈。譬如说，一般我像我这样拉完就直接绑了一个蝴蝶结。那如果说你在绑的时候转了一圈，然后再多转一圈进来，然后拉紧，这时候你的蝴蝶结就会变得比较固定住，然后也比较不容易被扯开。大家可以试试看说这个方法，我自己是觉得说其实还蛮有效的。不过它还是有一个缺点，就是
你如果要把鞋舌这边整个绑紧的话，像这种绑法就是它会比较不容易让蝴蝶结松脱，但是前面这边就是它就会变得比较松，就是看你自己的状况，然后来选择适合的绑法。最后这一部分呢，我想要来提一下，就是在书中它里面有教导一个鞋带配色的方法。我相信现在就是很多鞋子我们买来的时候，设计师已经配好说有几种颜色鞋带可以换，当然也是可以依据自己的创意去更换这个鞋带的颜色。最近就很流行这个奶油色啊，或者说其他各种比较创意的配色，都可以依据自己的喜欢来做搭配。如果说你真的不知道怎么去配这鞋带的话，最保险的方法就是有2种。一个呢，就是让这个鞋带颜色跟整个鞋舌的这颜色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就是让这个整体这边它看起来整个色系是同样的色系，是一个最安全的方法。另外一个方法呢，就是把鞋带颜色呢跟这个 N 的这个边框一样的颜色，这也是一个很明显的方法。这2种配色方法就是适用在于说，知道这个鞋带怎么去配的时候，用这个方法来搭配你的鞋带。好，那以上是今天这个关于鞋带绑法的一些介绍。看完这个影片有任何的意见或想法的话，都欢迎留言，我们可以一起讨论。那谢谢你看到影片的最后。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请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分享。那我们下次看见，拜拜。